1吨5000元。美国每年都要回收68万斤到近海里，为何这样做？美国人太不一样了，别人丢弃的牡蛎壳当废品扔掉，自己却收集起来循环利用。美国人为什么回收牡蛎壳？这个废弃的牡蛎壳有什么用？为了避免很多北方人不知道牡蛎是什么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。牡蛎俗称牡蛎壳，牡蛎属于软体动物双壳类和珠峰类，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养殖贝类，是人类可利用的重要海洋生物资源之一。全球分布，中国牡蛎资源丰富，利用牡蛎资源历史悠久。南方一些沿海地区的先民，早在汉代就掌握了植株养蚝的技术，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牡蛎产量不断增加，进入21世纪后，呈现快速大幅增长。2017年占全球的 83.29%，2018年再创新高，达到513.98万吨。2019年牡蛎养殖产量达到522万吨，约占贝类总产量的1/3，是最重要的经济贝类之一。然而，中国并不是出口牡蛎最多的国家，法国出口最多的牡蛎。法国虽然年产量只有13万吨，但出口份额却占全球40%以上。中国的牡蛎出口仅排在第15位，可以忽略不计。牡蛎味道鲜美，易于消化，滋补养颜，深受大家喜爱。2016年之前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类产业依赖于捕捞野生牡蛎和隔离野生牡蛎，成活率低，生长缓慢，根本承受不了美国人的过度捕捞。现在，北卡罗来纳的牡蛎因为大量捕捞而锐减，因此海洋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，一些依赖牡蛎的生物数量也在减少。既然野生牡蛎已经被销毁了，每年生产5亿磅牡蛎的墨西哥湾是贝类的天堂，该地区生产的牡蛎占美国总消费量的67%。但是每一个牡蛎被吃掉后，都会留下一个空壳，而回收牡蛎壳，而不是直接扔进垃圾堆，对于被自然和人类破坏的沿海地区的恢复至关重要。海鲜餐馆把空壳和其他垃圾送到垃圾场很正常，但现在许多地区把壳放回大海，这可以为牡蛎栖息地建立一个屏障。牡蛎在生长过程中必须有像石头一样的坚实基础。在墨西哥湾，牡蛎礁是在小牡蛎开始附着时形成的，到最后牡蛎壳会保留下来，让其他牡蛎附着生长。但近几十年来，过度捕捞、疾病和污染开始破坏牡蛎礁，世界上85%的牡蛎礁已经消逝。在墨西哥湾，像2010年石油泄漏这样的灾难，进一步破坏了牡蛎的栖息地。通过收集废弃的贝壳，希望为恢复墨西哥湾的牡蛎礁做出贡献。2012年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漏油事件后，发起了恢复墨西哥湾的行动，呼吁投资1.5亿美元恢复牡蛎礁，包括重建100英里的礁石。其实牡蛎壳，也就是中医的牡蛎，也可以生吃，也可以断吃，它们的功效是不一样的。牡蛎的功效：平肝潜阳、软坚散结、收敛功能第一。牡蛎具有平肝潜阳的作用，可用于治疗因虚阳亢引起的烦躁不安、心烦失眠、头晕耳鸣。生蚝还具有软筋散肌的作用，可与其他药物配伍，用于治疗痰火郁结所致的痰结核。烤牡蛎具有收敛的功效，可用于治疗出汗等症状。现代药理研究牡蛎具有制酸作用，可用于治疗胃酸过多和胃溃疡。牡蛎壳成本低，预处理简单。牡蛎壳原料不易霉变质，甲壳素、壳聚糖等产品质量稳定，重现性容易控制，可以变废为宝，合理开发利用。以废弃牡蛎壳为原料制备甲酵素、壳聚糖及其衍生物，研究了从牡蛎壳中提取甲酵素和壳聚糖的工艺，确定了最佳提取工艺参数。在扬州大学，一位教授已经成功地将废弃的牡蛎壳碎片与环保混凝土搅拌混合，并开发出一种人工胶。你可能不知道，鱼胶是可以培育鱼饵的东西，大自然的瑰宝，被誉为海洋牧场、鱼的粮仓。怎么说呢？礁石是海底的凸起，这个凸起是怎么长起来的？其实也可以说是存款。大量的食用生物附着并生长在礁石上。是的，鱼自然会在这里堆积。在中国沿海地区，牡蛎壳被用作建筑材料来建造墙壁。牡蛎壳被整齐的排列和堆放，形成并排的墙壁，尤其是在盛产牡蛎的珠江三角洲地区。
在古代加工技术尚未成熟的时候，牡蛎被吃掉后留下的壳基本都被收集起来，作为建筑材料分门别类出售。盖房子时，牡蛎壳与黄泥、红糖、蒸糯米混合，层层叠叠，既有隔音效果，又冬暖夏凉，坚固耐用。据说可以抵挡枪炮的攻击。牡蛎壳墙面凹凸不平，阳光斜照在墙上，有线条感和雕塑感。即使历经600多年的日晒雨淋，依然完好无损，让人感叹祖先的智慧。